Hello，皆様こんにちは，KT です。现在呢，已经进入11月，很快呢，就是这个北海道的这个冬天了。那搞不好再没过多久就要开始下雪啦。然后我今天呢，一定要又是来到这个千岁的伊勇，为什么？因为这个伊勇呢，就是离新千岁机场最近的这个伊勇。然后记我上次有介绍这个穿搭啊，还有这个发热衣。然后其实冬天呢，还有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个下半身的这个保暖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包括有时候下半身甚至也会穿这个内搭的这个发热裤，然后还有最常被问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雪靴啦。我今天刚好来这边呢，想要找一下我自己今年的这个雪靴，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款式。那就现在就跟我一起先进去逛逛喽。OK， 那我们就进来看一下啦。这边这个伊用都是可以退税的，不限单一店铺，买满5000日币以上都可以退哦。然后这边有这个退税的这个时间。然后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像伊用呢，他们在每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呢，就会开始有这个冬靴费啊，就是这个鞋子的这个专区就会有一大专区都是卖这个秋冬的这个雪靴。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女生这一区，看到这一双是什么 Crave Mare， 我也没看过的牌子。看到这个鞋底，看起来就是感觉蛮防滑的。这一双要7500多日币，而且它里面有刷毛。然后它这边也有其他颜色。再随便看一双，这一双要8000多日币，上面有写防水防滑，还说这个什么防水是可以防4公分的，而且可以防4个小时。我再随便看，这一双要8600多日币啊！看一下它的鞋底，做的感觉也蛮不错的。反正他们这个鞋底都是很防滑的设计。然后我再来看一双，这一双感觉比较休闲一点的款式，这一双要将近5000日币，这个是女生的。这一双这个鞋底跟刚才那一双就看起来就不太一样了，这一双6000多日币。但是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这种橡胶这种软软的防滑。再来这一区看一下，这一区的也都是女生的这个雪靴，款式其实也还蛮多的。我随便看一双，这个好像是日本的牌子，要5000多日币。哇，所以这一双看起来酷酷的，有点军靴的感觉。看它这个鞋底，反正就是凹凸不平的这种设计的这种感觉。比较长筒的靴子要6000多日币，而且它表面上感觉蛮防水的。看它这一双鞋底，还有一圈一圈的那种沟槽的那种设计。这一双白色的女生的雪靴看起来蛮漂亮的哦。这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我也没看过。但里面有这种刷毛，这个穿起来感觉就会很保暖。这一双要1万多日币。再来看这一双，这个比较休闲款。它上面写有4公分防水设计，鞋底一样也是做这种防滑的，就是有那种沟槽，还有一圈一圈。这个是感觉这个是走在雪上，的确是没问题的。再来这一双感觉就还蛮 fashion 可爱的，而且它鞋底也蛮防滑的，这也是我没看过的牌子。然后它里面也是有做刷毛设计，这一双要5000日币也还好。是什么 Mountain Walk 的？再来这边看这一区。这一双这个鞋底看起来就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哇！而且它这个表面做的也是感觉蛮有质感的，感觉是真的好像有真皮的。这一双要7000多日币，而且这个好像是北海道的牌子 North State。还有它这边还有做一个这个是什么铆钉扣吗？这种钉扣的这种设计，这个感觉就是走在冰面上更防滑的那种。这边是女生的靴子，这一双也是7000多日币，而表面摸起来也是蛮防水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区，这一区感觉就是比较工作作业，然后户外用的这种长筒靴，这种靴子就可以走在那种积雪比较深的地方。那我们随便来看个一双好了，这一双是 Coleman 的，这一双是6000多日币。不过鞋底好像就没有到那么防滑，不过这个摸起来表面是很防水。然后我们再随便看一下这一区呢，中长筒设计的雪靴，不然它表面上看起来很像雨靴。
它这个是小尊字，这是日本字的代一季公母这个牌子是老公还蛮喜欢的。哇，看它这个鞋底，这个鞋底感觉整个就是很强。看它这个哇锯齿状的这种沟槽，这一双要快1万日币，而且它这个是日本制的。看一下女生这边有一些比较时髦的靴子，看它这个脚底，这个也都是有做一些沟槽的防滑。这一双要1万多日币嘞。不过呢，这个好像是有名的那个公鸡牌。然后这边呢也是女生呢比较时髦的一点的一些靴子，可以穿逛街啊、约会用的，可能就没有到那么防滑了。它的那个锯齿比较小，这一双要5000多日币。然后也有做一些这种毛毛的这种，不过鞋底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防滑。这一双快3000日币。当然有一些这种比较可爱的这种绒毛的雪靴，还有快5000日币的，然后里面也都是有刷毛，不过这种会很保暖。不过可能就没有那么防滑，走路要小心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男生的鞋子啦。男生的鞋子这边有一大区比较偏休闲款式的，然后我们随便来看一双，这一双感觉表面也是蛮防水的，要6000多日币。这一双是 Goodyear 的 Goodyear， 看到这个鞋底，它做的也是蛮防滑的这种沟槽的。Goodyear 好像是一个轮胎的品牌吧，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它也有一些黑色，还有一些其他颜色。这一边这个也是蛮休闲的款式，哇，它这个鞋底，这一双鞋底也做的太厉害了吧，好防滑的感觉，9000多日币。这边都是男生的鞋子，然后还有做皮鞋，这一双7000多，哇，连冬天穿这个皮鞋也要防滑，哇，这个做的很厉害。还有看 Mizuno 就是那个有名的那个运动鞋品牌吧，他们也有做冬天用的鞋子诶。哇，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休闲的，看它底部，但是底部也是做这种很防滑的这种设计的啊。感觉每一双的那个鞋底设计都不太一样诶。然后男生当然也是可以穿雪靴啦，这边有一大区，这边都是男生的雪靴，然后感觉是比较中长筒的。我们来随便开一双5000多日币的，而且表面上这个绿色的，有点军靴设计的感觉。然后这边有一个比较短筒的，它上面那个一块一块摸起来很粗糙的感觉，反正就是一个特别的那种防滑的那种设计，这个感觉走在冰面上就还蛮强的。这一双要7000多日币。OK， 那我买完我自己的雪靴啦。等一下回去跟大家开箱，先来吃个午餐。这边有一个饺子的王酱，中午呢就随便吃一个套餐就好了。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像日本人那边还吃饺子配白饭，不过他们的炒饭很好吃，我就随便点几样小盘的吃一下。他们的炒饭还不错吃。OK， 好，我买回来啦。那我们在开箱我的这个雪靴之前呢，就干脆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冬天呢这个下半身的这个穿搭。因为我们下面呢穿雪靴呢很暖和，那问题下半身的这个裤子还有内搭又要怎么穿呢？然后我今天呢一样呢又是要来开箱 Sedo 他们家的这个 Inner Wear。就是冬天很重要的这个排汗发热内搭衣啦。上次呢，其实也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他们家的出的这个2款的这个发热衣，然后一个呢是比较薄、比较透气的这种 Warmtech， 就是可能平地啊或是室内比较多，然后一个呢是这个 Extra Warmtech， 就是比较厚的这种发热衣，然后里面有刷毛的，然后这个就是可能要去户外待比较久，或是去比较山上啊户外的地方可以穿的这种比较保暖的发热衣。然后上次呢，其实也已经跟大家介绍这2款了。今天呢，就是要来开箱他们家的这个 Inner Wear 的这个胖子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下半身的这个内搭裤。
然后大家冬天呢，不管是你在台湾，可能有时候下雨，寒流来会很冷，然后包括来日本，然后也是下雪，下半身的这个发热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冬天呢，其实这个寒气呢，它就是从地底上这样子窜上来的。然后这2件呢都是女生的，然后他们的内搭的这个发热裤呢，其实也是比照他们的这个内搭的这个发热衣，他们也是做了2种，然后一种呢也是稍微薄的这个 WormTech 的，比较稍微薄跟透气一点的这个发热裤。然后它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这个发热的这个原理啊，跟你这个适合穿的时间也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上衣都差不多。然后一个呢是这个 Extra WormTech， 就是比较厚的这个发热裤，然后就稍微让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材质。这一件呢是 WormTech， 就是比较薄的。然后它们成分呢跟它这个内搭的这个上衣都一样，它们呢都是有33% 的这个天丝棉。然后它这个天丝棉呢，就是跟这个人造纤维不一样，它是天然的纤维，所以它这个天丝棉呢，它这个吸湿排汗的这个机能性呢就特别好。然后我现在这个摸起来，我感觉它这个内搭裤，真的跟它那个上衣做的差不多，也是就是非常有弹性哦。它这个纤维这样子材质，这个表面这样摸起来也是滑滑的，很滑顺的。它里面就是没有刷毛，它这一件是做的比较透气。有时候呢，其实我觉得穿搭呢，还是要看你个人的这个体质嘛。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本身就没有到那么畏寒的，而且他活动量，他的这个代谢比较高，所以他当然就是不想要穿那么容易闷的衣服嘛。然后他就感觉就适合穿这种透气。但是呢，它一样都是有这个吸湿排汗发热功能的哦。好，那另外一件呢，这一件就摸起来呢，它这个质地就比较厚了，一样呢33% 天丝棉 MIT， 弹性呢都一样，都非常好。因为如果说有一些真的弹性不好的那个裤子，穿起来也是不舒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件呢，里面呢就是有做稍微刷毛的这个设计了。就这一件呢，就比刚才那一件呢再稍微再厚一点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别？就是比刚才那一件还没有透的感觉。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议呢，冬天呢这个本身呢，尤其是这个稍微怕冷的人呢，就可以穿比较厚的这种内搭裤。然后或是有时候甚至我们要在户外待比较久，我们当然是讲究我们全身的发热啊。其实基本上你这个下半身的这个保暖做好，真的你就不会那么怕冷了。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件也有男生的，他们是男女的款式都有做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它这边对啊，这边就是男生的裤裆。然后像这件呢，就是老公的，它一样呢是一个内搭裤。像他其实本身他在外面工作，因为他的那种冬天的工作裤都是里面没有刷毛，就是没有保暖的嘛，所以他在这边他一样呢，里面也都是会加一件内搭裤。然后呢，我看厂商呢，好像他们发热衣呢又有出一些新的款式，然后我又再跟他们要了一件，因为我们这次一样开团，所以这次开团里面也会有一些新的款式这个发热衣。然后这一件呢是女生的，然后它是做有点套头的。这一件呢是女生的 WormTech， 然后它是9分袖，然后一样是33% 的天丝棉。大家或许呢可能听过说啊，来北海道这边玩呢，千万就不要穿不要穿高领的，因为里面暖气都会开很强。这我是同意，但是高领的话，我比较建议像高领毛衣的话，可能就最好尽量不要穿。但是呢，像这种内搭发热衣这种高领的话，稍微高领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反正它这个又不是毛衣，它就是而且它这个是有做透气的。我有时候穿去户外的时候，还可以稍微保暖我的脖子。然后呢，厂商这次呢，他又在追加呢，寄给了我这2件，因为他看我有在运动。然后呢，这个是他们家出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排汗上衣。我们来看一下这件男生的，看它这个里面的这个样子，哇，做的感觉就是蛮透气的。他们家的材质真的是不错。这个呢，一样是 Dry SP 极速干的这个运动排汗上衣。然后像呢，我们家老公他这很特别，因为他的工作呢是要长期呢冬天呢待在室外，然后像可能下雪嘛，然后这边风又大会比较冷，但是他的身体要一直活动，要强调排汗。这个呢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像他北海道人，他的穿法有时候看起来我真的觉得还蛮奇特的。他甚至外面呢他会穿一个发热衣，有没有？但是他想要强调排汗，所以他里面呢又再多一件这种运动上衣。不过老实说，我可以理解，像比如说有时候呢，如果甚至我要去滑雪的话，
我可能真的是因为滑雪当然也是有 base layer， 但是我有时候我想要强调透气，然后想要赶快排汗的话，我可能外面会穿一件比较薄的发热衣，然后甚至里面再多穿一件运动上衣。不过呢，这个呢只是给大家参考而已。OK， 那现在废话不多说啦，今年可以说是我买了一个特别贵的雪靴，这一家还蛮特别的，我总觉得我之前好像没看过这个牌子，大家知道吗？其实日本的这个AEON呢，其实我有点发现，它每年的这个商品进货呢都会有点不一样，而且呢它是北海道的牌子，买了一个真的是中高价的雪靴，大家看，这就是我买的雪靴。我有时候不喜欢穿那么高筒的，因为这种短的这种，我是感觉对我来说比较好活动。为什么？我一定喜欢买黑色的，因为我觉得黑色比较百搭啦，但是也是看个人，但是你也可以挑其他颜色的。OK，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它的鞋底了。哇，看这个鞋底，这个真的是我目前看过，真的是感觉还蛮防滑的。这个鞋底的这个设计，这个一圈一圈的，然后它这边旁边摸起来，这是老公说的，他说。下面有时候在买雪靴的时候，下面呢这个橡胶这边呢，要可以稍微摸一下，尽量呢不要买太硬的。这边呢最好要买一点稍微摸一下，有一点弹性的，不然你穿久了才不会脚痛。然后重点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虽然说我之前也有看过有一些雪靴有做这样子的设计，不过第一次看到这个感觉比较特别的，这个叫什么扣钉吗？有一个铆钉扣的这个设计，它这个设计呢，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去到，它特别就是融冰比较多，就是那个地面看起来都亮亮的，然后就平滑那种，看起来真的是特别容易滑的那种。这个就可以把它这样子搬下来，圆圆的一个这个铆钉扣的这个设计。它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要加强你的这个防滑，然后这个如果不要用的时候，我还可以再这样子，再把它搬回去。因为这个设计的话，虽然它也有好处，都是针对那种冰面，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穿回家里的地面、玄关之类，它这种这种设计呢，它可能就会伤到地板了，而且有时候甚至你去到卖场什么这种刮人家地板也不太好，反正就是。它这个设计，当然这个设计也是有一个缺点，所以它这个有时候呢要视情况呢，要把它搬回来，而且有时候呢，它这个呢也不适合呢在雪比较深，就是积雪比较厚的地方，因为积雪比较厚的地方，它这个这样子的话，它可能就会卡雪嘛，所以它这个是为了这种滑的那种地面设计的。大家知道这个暖化越来越严重，其实冬天的这个路面可以说是融冰越来越多，以后的路面只会越来越滑。这个是北海道的牌子，因为上面有写，它也蛮特别的，而且它耐水深有耐3公分，然后这个防水的时间还这个写3小时，哇，这个真的是我没看过的。这一双呢，我买原价没有任何打折哦，7500多日币。然后大家要看一下，我想说今天这个机会难得，我再跟大家多介绍几款好了。像这一双呢，也是去年呢在AEON买的。像这一个款式呢，之前才买3000多日币。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一个雪靴的这个鞋底，这个鞋底呢看起来呢感觉就没有刚才那一个那么防滑了，但是它也是里面有做一点这种锯齿的凹槽的这种设计。但是像这种鞋子呢也不是没有不好，像这种鞋子我觉得这种呢就比较适合我穿去呢就是积雪呢比较深的地方。这个雪靴的它的这个高度呢就比我刚才那个呢还要再高一点点，所以积雪呢比较深的地方呢，我们与其呢这个防滑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再穿比较高一点的这个雪靴。然后接下来介绍这2个长筒的哦。这2个长筒的，基本上这个可以说都是算我们家的这个工作靴。然后但是这种长筒的这种靴子呢，我常常就是看北海道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要去到户外靴，而且有时候呢，有一些呢也是这个登山户外用的。但我们家的这2个呢是比较偏就是工作的那种长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冬天来的时候，特别是下那种暴风雪，然后积雪呢，可能呢50公分呢，甚至1公尺以上那种大暴雪，我们可能要在外面除雪的时候，我们就会穿这种长筒的靴子。这也是呢日本老公的爱牌。这2个靴子呢都是北海道小樽的品牌，是Daiji Gomu。当然整个呢也都是防雪又防水，全部都防的。然后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鞋面的这个设计，哇！大家看到它这个鞋底，我又看到。哇，一整个就很强哎！哇，它这个
它这个靴子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哇！大家看到它这个凹槽，它这个靴子真的是不管是你积雪深的地方或是冰面，我个人认为几乎都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当然啦，像冬天，因为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很滑，你有时候你光看那个面就知道它就是亮亮的。有时候当然我们走路还是要小心，不是说我们穿了雪靴就完全不会滑了。像这我介绍这个长靴呢，它都是日本制的。然后这边我看一下北海道小樽代一高模，而且包括它这个里面的这个鞋底，就做的非常的厚，它真的是摸起来就很厚。然后当然也是完全防水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鞋底的这个设计，哇，这一双鞋底跟我的那一双看起来差不多，它反正完全都是这边就是整个就是锯齿，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鞋底的这个设计，哇，它这个这样子锯齿状这样子，反正这个靴子呢就是无聊呢，跟大家介绍一下。OK， 那就让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呢就穿上了这个内搭裤呢，加上了这个内搭的这个发热衣。哇，他们的内搭衣跟内搭裤穿起来真的很舒适欸，真的是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感觉。就像冬天呢，有时候我们想要穿就是比较好看的裤子，这一件也是我一年四季都很喜欢穿的。这一件呢，大家不要看它这个橘色呢，但是它的材质呢是有点像丹宁的，有点这个牛仔裤的材质，但是它里面是没有刷毛的，所以冬天怕冷。但是冬天就一定不能穿牛仔裤吗？大家都说牛仔裤可能会冻，但是冬天有时候真的不一定。像我里面如果穿了一件比较保暖的这个内搭发热裤的话，我一样还是会穿那个比较好看一点的裤子啊。看，反正呢里面已经穿内搭发热裤了，所以就是一样还是可以保暖。然后我们这是 Sado 的这个发热衣，还有内搭的这个发热裤，一样开团呢是限17天，然后一样呢有这个满额的赠礼。那我们这个详细的这个团购链接呢，一样在我们影片下方的这个资讯栏，还或是我们这个置顶留言。然后我们有兴趣想要下单的这个朋友们，我们的手脚就要快啦。OK， 那就是今天这个影片跟大家介绍，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